各位朋友，老 A 又受到了中国反贼的围攻。这个老 A 呢，作为一个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还是最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一个词儿斩杀线，把美帝国主义的裤衩子给扒下来了，是吧？雕钉给扒下来了，好吧？这个他们用什么来围攻老 A 呢？前两天我给大伙说过2集啊，这中国的那些女权女律师围攻老 A 说是什么这个女留学生3通1达之类的，叫污蔑中国女性。这个事儿呢，我给大伙说了，你只要是在这个西方和欧洲女留学生比较多的地方，你周围的你只要是能认识这种女留学生，你都知道老 A 所说不假。人家老 A 也没说全部人家只说极个别的。其实呢这个极个别的还真不是少数。各位他们一看这个不行，因为中国广大的网友呢拿出了很多这种3通1达的例子，是吧？他们一看这个不行，又拿出来一个著名的美国的食物银行的名场面出来了。这2天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些润人们纷纷亮出了去美国食物银行去要饭的名场面，来打脸老 A。你看看美国政府是有兜底的什么斩杀线至少我们在美国我们饿不死。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你们听过食物银行吗？我只听过招行、建行，食物银行是个啥行？难不成把吃不完的食物存进去，换个城市也能取？你好，3个馒头存一下。食物银行的雏形源于汤厨房。汤厨房，19世纪爱尔兰出现饥荒，很多人都吃不上饭，甚至饿死。于是本杰明·汤普森建了一个施食处，给吃不上饭的人免费提供汤，有时候还有面包。这个施食处就被叫做汤厨房。真是个好人，可一个人救得了多少人？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汤厨房成立了。真的能运转下去吗？当然可以，因为还有不少热心的志愿者参与。他们会收集捐赠食物给汤厨房。世界上第1家食物银行的创始人约翰·阿诺德就在汤厨房当过志愿者。浪费，太浪费了！约翰发现很多杂货店会扔掉一些卖相不好、包装破损或者快过期的食物，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送往汤厨房。还有那么多人没吃上饭，还有那么多浪费的食物我没有收集到。为了更高效，他租了一间货仓，并且和杂货店、食品生产商等达成合作关系，将他们不要的食物存放在货仓，作为一个中央仓库，分发给各个慈善机构。这个货仓被他命名为圣玛丽食物银行。它成立后第1年就分送了25万磅食物给36家机构。哇，真不错！此后，食物银行也开始在各地流行起来。所以，食物银行其实就是收集食物做慈善，可以这么理解。现在食物银行主要有2种运作模式，一种是将食物直接提供给穷人，还有一种只做仓库，将食物分发给各慈善机构，让他们自行安排。嘿嘿，我懂 B2B 和 B2C 的区别嘛。经过不断的发展，现在一些食物银行不仅仅提供食物，甚至还会向失业的人提供工作和职业教育的机会。哇，这个不错，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今天路过一个食物银行，看完心里很不是滋味。每一张疲惫的面孔背后，都是生活的重压与无声的坚韧。食物银行不仅是分发温饱的驿站，更是人性光辉的见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捐赠者的善意，领取者眼中的感激，交织成社会最朴素的温情。这一幕提醒我们，在丰裕与匮乏并存的世界上，互助才是文明的底色。愿有一天，这样的队伍不再因饥饿而存在。今天带大家看看美国纽约免费物资到底有些什么。里面不允许拍照，等下我就不拍了。回站带你们看看我拿了些什么啊！到家了，沉浸式带你们看一下，给你们沉浸式开包裹啊，看一下到底有些什么啊！这个是牛奶，4盒啊，4盒牛奶。这个其实是他每次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量的，就是我们是2个人一个家庭2个人的量，4瓶牛奶。这是豆腐啊，豆腐
2盒豆腐啊，然后一大红豆，一盒鸡蛋，瓶咖啡，星巴克咖啡啊，一袋彩椒，什么一包西兰花，一袋红薯，一袋白安妮尔，白洋葱一袋，还有这个西柚，应该西柚，这个西柚他给了我很多，其实这个我们也不是很喜欢吃。OK。Anyway, it's good. OK. 1、2、3、4、5、6、7、8个呀，这个不太好。西柚一袋小米不是小米罐头，玉米罐头，黄桃罐头，蔬菜罐头。其实这个蔬菜罐头我可以不拿的，苹果罐头，还有一袋米，2袋米，一袋意大利面，一盒麦片，好，这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看看这一箱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等一下啊！哇，这个是真的开盲盒，这么多的胡萝卜，这个白洋葱其实已经有了，番薯也已经有了，还有一个苹果，2个苹果，3个苹果 ，It's not so good。还有土豆。还有一个瓜，还有一个这个瓜，还有这个日本麒麟瓜嘛，这是什么瓜？哎呀 ，OK， 好的，就给你们分享到这里了。这份是我儿子发的一个，他们一般活动都会发这样纸张。然后我发现这里就是什么？让我们去这个地方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直接从 farm to people， 就直接是从农场带过来的。还有什么 all are welcome。那，你说这种学校里面发的，也有发东西呀。我昨天发的那条视频，评论区真的是炸了。你说，的确这些东西是要留给需要的人，老弱病残，可是他们会找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而且那么隐秘，他们会来排队，会来扛这些东西吗？扛得动吗？然后你说给流浪汉他们也有救济站啊，救济站里面都有免费的食物，都是煮好的，这些生的他们哪里去煮啊？我就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这个社区周围，一般都是这个小区里面的人啊，周边的人。那周边的人很正常啊，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拿呀。我也不知道，反正虽然我们也不怎么去拿的，但是偶尔也会去拿一次。有需要的，然后那些东西有需要的拿来，没有需要的就不拿了，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罐头，
但是我们都不怎么吃得惯，对吧？然后你看，像这个，今天下午4点到6点，可是我懒得去拿了，我不想去拿了。他都还欢迎我们去拿嘞，还要 take home and enjoy 嘞，是不是？那你说，如果我去拿了，怎么的？也是要饭啦，也是给中国人丢脸啦，也是在这里生存不下去啦。OK， 其实但是都无所谓啊，反正想拿就拿，不想拿就不拿，薅点羊毛又怎么了 ？Right？ 那有人问了，这个食物银行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食物银行在美国是真的，在美国呢，你只要是能拉下脸来去食物银行领那些临期的食品，然后呢，这个用那些化学添加剂不明不白的，他也不写全了弄出来的垃圾食品吧。对吧？然后呢，你只要是拉下脸去领，确实是饿不死。还有呢，这个教堂里边也舍饭确实你饿不死。但是朋友们，这个美国的斩杀线不是说你饿不死，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如今的这个地步了。对吧？在中国也饿不死呀，在中国没见饿死人的呀。中国的食物银行在哪儿啊？是在各个城区的收容所里边，对吧？那流浪汉呐，什么或者说是这个没饭吃的，你去各个那个地区的收容所，他就给你送回老家去了，管吃管住送回老家，还得嘱咐地方的那些父母官要给你办什么低保五保户得让你吃得上饭。说中国的食物银行也都有，那说到美国的这个食物银行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呢？这个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玩法了，咱不能否认不能否认说是有这个好心人愿意给穷人提供食物，但是呢，它有一套精妙的设计，你知道吗？就是说呢，你只要是向食物银行捐赠食品，你比如说快到期的那些，或者说是你卖不了的那些生鲜，对吧？然后你可以捐赠给食物银行，它呢可以给你免税，大伙明白了吗？而且美国呢是第一大农业国，的确是不缺粮食，有的时候呢粮食还有点过剩，这没问题。但是呢，老 A 说的斩杀线不是指食物问题，而是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那大街上的流浪汉，对吧？那变成高达，他问题是他比食物问题严重的多得多。你就是那些人，对吧？你看都变成那个三折叠那样的了，他连最基本的食欲都丧失了。所以说，你看这帮美国的润人们一个个的亮出来去要饭的名场面，就能打脸老 A 了吗？所以这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些人心虚了那你说美国不好还行你说倾家荡产的卖房子卖地的走线来美国了，你说美国不好还行你看看我现在都能天天要饭了，呸，到哪儿也是个底层。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